女人出差半个月回来，发现自己的婚房被婆婆贴上喜字，送给了她的小儿子。你怎么今天回来了？不是说还要2天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小叔子结婚没房，你们这套先借他办婚礼用几个月？借几个月？对啊，亲兄弟计较那么清楚干什么？你小叔子就结这一次婚，你们当哥哥嫂子帮一把不是应该的。我的东西谁动的？我收拾的。新娘子要住进来，你那些旧衣服旧东西摆着像什么样？我给你装箱了又没扔。新娘子？这里是我和梁旭的婚房，谁的新娘子要住进来？嫂子，你回来了。谁让你穿我的鞋？一双拖鞋而已，你至于吗？曼曼明天就办婚礼了，你别给人添堵。他办婚礼，为什么睡我的床，穿我的拖鞋，用我的梳妆台？嫂子，我以为你和哥都同意了。梁旭同意了。嫂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我家，我不能回来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明天婚礼，今天家里忙，你这时候回来，大家都尴尬。梁旭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他们把我们的婚房改成你弟弟的新房？我知道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上周。我出差第2天。所以我刚走，你们就搬我的东西，贴喜字，换床单，挂你弟弟的婚纱照。程耀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妈也是没办法。我弟的婚期定了，房子没着落，亲戚都知道他要结婚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弟。所以呢？我是哥哥，我能不管吗？你管你弟为什么拿我的家管？这是我们家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家。那你决定把我们家借出去的时候问过我吗？问你干什么？问了你肯定不同意。梁旭就是太了解你才没提前说。所以你们知道我不同意，还是趁我出差把房子占了？什么叫占？一家人说话别这么难听。嫂子，你差不多行了，房子又不是写你名字，你嫁过来住了这么多年也没亏着你。现在我结婚借几个月，你闹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错了吗？房本写的是我哥名字，你一个外姓人在这里摆什么女主人架子？梁瑞，好，既然你们说我是外人，那今天就别讲一家人，我们讲钱，讲证据，讲边界。你拿这些出来吓唬谁？女人装修房子不都该操心吗？你住在这里，你花点钱不是应该的？首付补款28万，我转给梁旭的。那是当时周转。我没说不是周转，我只是在说明，这套房不是你们嘴里那种跟我完全无关的房子。婚后7年，房贷一共还了96万，其中50多万直接从我的工资卡转出。硬装18万7，主材6万3，家具家电24万，沙发2万4，餐桌1万1，床垫8600，梳工台1万2。你现在放化妆品的那张台子是我买的。你花那么多不也是给自己住的？现在拿出来算账，显得你多高贵似的。我给自己住，所以我花钱。那你住进来，花过1分钱吗？你一个当嫂子的，跟小叔子算这么清楚，也不怕人笑话？谁笑话？笑话我出钱还贷，笑话我装修自己的家，还是笑话你们一家人趁我出差把我的婚房改成小儿子婚房？你别一口一个你家，房本写的是梁旭。妈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房本写的是我儿子名字，你一个外姓人别太斤斤计较。外姓人，他亲口说出来，比梁瑞刚才那句更刺耳。7年前结婚时，他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就是一家人。装修时，他说瑶瑶眼光好，家里交给你我放心。梁旭加班时，他说出夫妻一条心，你多担待。可现在小儿子要结婚了，我就成了外姓人。这是谁弄的？可能是我不小心撞到的，我可以赔。好，你当然要赔。嫂子，你别欺负曼曼，她又不是故意的。我让他赔弄坏的东西叫欺负。
那你们不经我同意睡我的床、用我的柜子、动我的衣服算什么？嫂子，我真的以为你同意了。那现在你知道我没同意了，请你们立刻把东西搬出去。明天婚礼，你现在让我们搬，你是想让我们丢脸吗？你的脸为什么要用我的房子撑？程瑶，今天先别闹，明天婚礼，等婚礼结束我再跟你解释。梁雪，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在闹？你情绪太激动。我的婚房被你弟贴上喜字，我的衣服被你妈塞进纸箱，我的床被别的女人睡，我的家被你们所有人瞒着改成婚礼样板间。换成你，你冷静给我看看。说到底不就是心疼那点东西吗？女人就是小气。你嫁进梁家7年，肚子也没个动静。我们家没催你已经够给你脸了，现在小叔子结婚借个房子你还不乐意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妈，这句话他终于也说出来了。我没有孩子，是我和梁旭早就商量好的，事业稳定前先不急。可在何秀珍眼里，我不是一个有事业、有收入、有边界的人，我是一个没生孩子，所以更没资格说话外星人。听见了吗？我会跟妈说。你每次都这么说，你会跟他说，但不会现在说。你会觉得他年纪大了，说话难听点也是为了家里好。你会让我别往心里去，你会让我忍过这一次。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还真要打官司？如果你们继续站着不走，那就只能走法律程序。这一次连何秀珍都没立刻开口，因为他们终于听出来了，我不是赌气，我是真的不准备忍了。程瑶，你去哪儿？酒店。这么晚了，别折腾，你先去我爸妈那边住一晚。梁旭，你们把我的房子让给你弟，然后让我去你爸妈家凑合。只是暂时。暂时多久？等梁瑞那边稳定下来。什么叫稳定？他买房付首付还贷款，还是等他们住舒服了就直接不搬？你能不能别把我家人想的那么坏？那你能不能别把我想的那么好欺负？瑶瑶，明天婚礼真的不能出事，你给我个面子，行吗？你的面子，我这7年给的还少吗？你弟没工作，我给他介绍过客户公司的行政岗，他嫌工资低，不去。你妈生日，你忙项目，我订饭店、买蛋糕、挑礼物。你爸住院做检查，是我请假陪了1天。你每次说都是一家人，我都信了。可现在你们一家人告诉我，我是外人。你冷静一晚，明天我去找你。你住在这儿果然舒服。有事儿？你首饰柜钥匙呢？你说什么？曼曼今天试妆，还缺一对金镯子撑场面。你不是有几套首饰吗？先借她戴戴。你专门找到酒店，就是为了要我的首饰？什么叫要？借一下而已。新娘子戴一戴又不是不还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梁家不能太寒酸。那是我爸妈给我的嫁妆。嫁妆进了梁家门，不就是梁家的东西？嫂子，你至于吗？借个镯子都不肯，难怪我妈说你心里根本没梁家。梁瑞，你27岁了，结婚要欢房，找哥哥；欢房要装修，用嫂子的；新娘要首饰，还来找嫂子的嫁妆。你是结婚，还是众筹人生？程瑶，你说话别太难听。难听？你们睡我的床不难听，你们占我的房不难听。你妈说我的嫁妆是梁家的，不难听。现在轮到我说实话，就难听了。算了，我不戴了。你不该只是说不戴，你该问问他们，为什么你的体面要从另一个女人的嫁妆里拿？程瑶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我还有更不像话的。今天下午，我会把我出钱买的家具家电全部搬走。
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程女士，是搬家还是清退？搬家，从本人婚房中取回个人财产。而我知道，这场热闹该结束了。这个电视墙可贵了，设计师专门做的。你看这灯、这柜子都是定制的。梁瑞有福气啊，结婚就住这么好的房子，都是一家人嘛。他哥当哥哥的，肯定要帮弟弟。嫂子，程女士，从哪儿开始？客厅。你干什么？搬我的东西。程瑶，亲戚都在，别闹。这是家具家电购买记录，这是付款凭证，这是需要搬走的物品清单。每搬一件，负责人都会登记签字。你也可以报警，但我搬的是我自己出钱买的东西。这是梁家的房子，谁准你搬？昨天您说我是外人，外人的沙发当然要搬走。放下！你们给我放下！这沙发真是程瑶买的？刷的我的卡。程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明天我婚礼，你今天把新房搬空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终于知道这是你的婚礼了。你的婚礼你自己负责，你的房子你自己准备，你的体面你自己挣，别拿哥哥嫂子的血汗装你的门面。我只是借住，借住要经过主人同意，不问自取叫占。程瑶，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听？松开，梁旭，你现在拉住我，不如去拉住你妈。她昨天堵到酒店，问我要首饰柜钥匙，说要把我爸妈给我的嫁妆借给许曼撑场面。还要首饰？嫂子的嫁妆给弟媳戴，这不合适吧？这就过了。我就是借一下，又不是不还。你借房子说几个月，你借首饰说戴一下，你们梁家所有的借什么时候还过？嫂子，床能不能别搬？明天化妆师要来婚房要拍照。你要拍婚房，应该拍你自己的。可我爸妈亲戚都知道了，明天要是没有新房，我真的很难看。你明知道这是我和梁旭的婚房，还让人把你们的婚纱照挂上来。你明知道衣柜里是我的衣服，还把你的礼服挂进去。你明知道那张梳妆台不是你的，还把你的化妆品摆满。我以为阿姨都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什么？安排我让位，安排我闭嘴，安排我出钱装修的房子变成你婚礼的背景台。床垫搬走，床架暂时不动。床架属于婚后共同购买，后续按财产分割处理。原来这个家都是你一点点填起来的。你现在才看见，太晚了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婚房？亲家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是他故意在婚礼前一天闹事，把新房搬空了。这房子不是你们给梁瑞准备的？是他哥的房子，一家人嘛，先给弟弟用用。你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梁瑞，你跟我们说，你爸妈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婚房。是安排了，这不就是……这是你哥嫂的房子，而且还是没经过你嫂子同意占过来的房子。叔叔，这只是暂时借住，我哥同意了。你哥同意，你嫂子不同意。她一个女人，房本又没她名字，哪来那么大意见？妈，你早知道。我知道这不是梁瑞的房子。曼曼，嫂子，对不起。梁瑞跟我说，这是他哥嫂的婚房。他说嫂子出差了，等婚礼办完，亲戚都看过了，嫂子就算不同意也不好再闹。阿姨也说，房本写的是梁旭的名字，嫂子管不了。我当时觉得不对，可我怕婚礼取消，怕亲戚笑话我，所以我装作不知道。
你别胡说！阿姨，您昨天还说要先把婚房做实，您还说嫂子要是闹，就让大家都说她不懂事儿。这不是故意瞒着程瑶吗？怪不得人家要搬东西，这事儿办得太难看了。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会同意。他们不是糊涂，是算计。婚礼取消。亲家，不能取消啊！酒店都定了，亲戚都通知了，明天就办了。你们连婚房都能骗人，谁知道还有什么没说清楚？亲家，年轻人过日子哪有那么较真儿？房子是他哥的，将来也是一家人互相帮助。梁先生，我们嫁女儿，不是让她住进别人夫妻的矛盾里。你不是说房子的事儿你们家都商量好了吗？我怎么知道程瑶这么不给面子？所以你也知道他不同意。梁瑞，你让我害怕，你不是没房让我害怕，你是骗我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能嫁。曼曼，你别听他挑拨，他就是看不得我们好。到现在，你还只会怪别人。走。嫂子，对不起。你该道歉的人也包括你自己，明知道不对还装不知道，最后受伤的不会只有别人。你拦我干什么？都是他害得你弟婚礼没了。妈，够了。来得太迟的维护像过期的药，看着像救命，其实救不了人。哥，你就这么看着他毁了我？不是他毁了你，是我们一开始就做错了。梁旭，你说什么？我们不该瞒着程瑶。他终于承认了，可承认不是赔偿，后悔也不是辩解。程瑶，你要去哪儿？后天上午10点，调解事件，婚后共同还贷、装修投入、家具家电、梁瑞借款、损坏赔偿，我都会带齐证据。梁旭，我们该算账了。程瑶，你来的正好，今天大家都在，你自己说，梁瑞马上结婚，你这个当嫂子的，把婚房办成这样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瑶瑶啊，小叔子结婚是大事儿，你再生气也不能这样。是啊，东西可以慢慢谈，婚礼不能毁。梁旭是哥哥，帮弟弟一把也正常。既然大家都在，那就别只听一边的话。今天不谈情绪，谈事实。你还有什么事实？事实就是你把新房搬空了。你错了。第一，这不是梁瑞的新房。第二，我搬走的是我自己出钱买的家具家电。第三，你们趁我出差把我的婚房改成梁瑞婚房，没有经过我同意。嫂子，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，都是一家人，借住几个月怎么了？借住，先要问主人。你们问了吗？这套房首付不够时，我补了28万。婚后7年，房贷一共还了96万，其中50多万从我的工资输入里支出，硬装18万7，主材6万3，家具家电24万左右。你们刚才说我毁了婚房，那我问一句，这间房里被我搬走的东西有哪一件是梁瑞买的？您说。你花钱装修不也是自己住？对，所以我花钱是因为这是我的家。那你住进来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梁旭的弟弟，因为你没钱，因为你要结婚，还是因为你们觉得我这个外姓人出的钱不算钱？我说错了吗？房本本来就是我儿子的名字。我承认房子是梁旭婚前买的，可我不承认我婚后的还贷、装修、家具、家电全都可以被你们一句房本没名字抹掉。更不承认梁瑞能因为房本不是我的，就理直气壮住进来结婚。梁旭，这些钱是真的。是真的。房贷他确实还了，装修他确实出了大头，家里很多东西也都是他买的。妈，这些我们不能装不知道。梁旭，你帮他说话，你弟婚礼都没了，你还
梁瑞婚礼没了，不是因为程瑶搬东西，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不该骗许家。哥，你明知道这不是你的房子，还跟许家说婚房准备好了。你明知道程瑶不知道，还趁他出差搬进去。你明知道你没能力买房，还把所有责任推给别人。梁瑞，你27岁了，不是7岁。你弟没本事，你当哥的不帮他，他怎么办？他没本事，就去学本事；没房，就先租房；没钱，就先挣钱。没人规定，哥哥嫂子的婚房必须给弟弟结婚用。还有这一份。梁瑞，你说我是嫂子，不该跟你计较。那你先回到大家，这8万6你还过一笔吗？都是一家人，谁会记这么清？我记，因为每一笔都是我加班熬夜挣出来的。我不是梁家的提款机，更不是你结婚的垫脚石。今天大家既然都来了，就请大家做个见证。房子我不抢，梁旭婚前产权我认，但婚后共同还贷、装修出资、家具家电、梁瑞借款，全部要算清。以后这套房不经过我书面同意，不准再给任何人住，包括梁瑞。小瑞啊，你这事儿做得真不体面。你们现在都怪我？不是怪你，是你自己要结婚，怎么能把你哥嫂的房子说成你的？我没办法，我没房，许家那边又看中房子，我不这么说，曼曼怎么肯嫁？所以你承认，你从一开始就是骗。他还年轻，他就是太想结婚了。27岁还年轻到可以骗人，年轻到可以占别人婚房，年轻到可以借钱不还，年轻到可以把嫂子的首饰也算进婚礼预算。首饰？什么首饰？妈昨天带着梁瑞和许曼去程瑶住的酒店，想要她首饰柜钥匙。她说新娘子要用金镯子撑场面，可那是我爸妈给我的嫁妆。她说嫁妆进了梁家门就是梁家的东西。秀珍，这话你真说了？我就是借一下，又不是不还。嫂子的嫁妆怎么能给弟媳戴？这就过了。你们都帮他，你们怎么想想小瑞怎么办？梁瑞怎么办？让梁瑞自己办。哥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给你还信用卡，不会再给你垫房租，不会再给你所谓周转钱。你欠程瑶的86400自己还，你想结婚自己攒钱。梁旭，你这是逼你弟！妈，我不是逼他，我是不再替他活。这些年，你们总说我是哥哥，应该让着弟弟。他没工作我帮，他欠钱我补，他要结婚我出面。到最后，你们连我的婚房都敢替我决定，甚至让我妻子替你们付出。他出了钱，出了力，出了7年。你们说他是外人。梁旭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是不是连父母也不认了？我认。你们养老我会承担，你们生病我会照顾，但我不会再把赡养变成补贴梁瑞，也不会再用程瑶的钱给梁家撑面子。程瑶，你非要把家拆散才甘心？爸，这个家不是我拆的，是你们一砖一瓦从我身上拆走的。我只是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梁瑞借款3个月内还清，损坏的衣物照价赔偿。婚房未经我同意，不得再给任何人居住。装修和房贷补偿，后续按专业评估计算。我要是不签呢？那就走法律程序。签。哥，欠债还钱，这个道理不需要你嫂子教你。房屋确属梁先生婚前购买，登记在梁先生名下。你看，我就说房子是我儿子的。但婚后共同还贷及其对应增值部分，
配偶一方有权主张补偿。装修、家具、家电需要根据出资凭证、现存价值和归属情况协商处理。梁瑞先生的借款由本人签字确认的还款协议，应按约履行。他住了7年，凭什么还要钱？居住和出资不是同一件事。如果程女士没有出资，那是另一种情况。但现在材料显示，她有大量实际投入。我不主张梁旭婚前产权，我只主张我应得的婚后补偿。这笔钱不是施舍，是我7年的工资、时间和劳动。我认可。梁旭，妈，这些是事实，我不能再让程瑶替我们承担后果。双方对婚姻关系是否还有继续共同生活意愿？我有。我现在没有。在婚房备战之前，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只是你不够会处理家务事，可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不会，是你一直知道我会退，所以你让所有人踩我的底线。梁旭，婚姻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修好。程女士，目前诉求是什么？第一，婚房暂不允许第三人居住；第二，委托评估机构计算婚后房贷对应补偿；第三，装修和共同财产按现值分割；第四，梁瑞按协议偿还86400万元；第五，双方暂时分居冷静，后续根据补偿履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婚姻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想离婚分钱。说到底，我只是终于不白贴了。那婚礼损失呢？酒店定金、喜糖、烟酒、请柬，这些不都是因为他闹才损失的吗？婚礼取消的原因需要看具体责任。目前从双方陈述看，梁家对婚房情况存在重大隐瞒，导致女方家庭暂停婚礼。该损失不宜由程女士承担。爸，我只拿回自己的东西。你们骗许家不是我逼的，你们把婚房说成梁瑞的也不是我逼的，你们想用我的家给梁瑞撑体面更不是我逼的。我不替你们的谎言买单。程瑶，你会算账是吧？你不是设计师吗？你不是要脸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公司的人知道你这么对婆家，还会不会看得起你？妈，你要去我公司闹，你能让我梁家没脸，我也能让你没脸。那您最好把今天所有人都带上，现场越大，真相越清楚。姚姐，楼下有人找你，在大堂吵起来了。谁？她说是你婆婆。需要我回避吗？我陪你下去。程瑶在哪儿？叫她出来！她把小叔子婚房搬空，把婚礼毁了。现在躲在公司里装体面人，你们公司里就招这种儿媳妇吗？我在这里。你终于敢出来了。我一直敢出来。倒是您，既然来了，就把话说完整。还有什么不完整？你小叔子结婚，你把婚房搬空，害他婚礼取消，你这种人还有脸上班？第一，那不是梁瑞的婚房，是我和梁树结婚7年的婚房。第二，婚房被改成梁瑞新房时，我正在出差，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意见。第三，我搬走的是我个人出资购买、有票据、有付款记录的家具家电。第四，梁瑞婚礼取消是因为梁家对许家隐瞒婚房真实情况。第五，何秀秀女士现在来我公司闹，不是讲理，是想回我工作。你少装！你嫁进梁家7年，孩子也没生一个，还跟婆家算钱，你这种女人谁家娶了谁倒霉。他已经没有道理了，所以只能拿女人最痛的地方羞辱女人。何秀珍，你今天来是想让我丢工作对吗？我没工作就没收入，没收入就没底气争取财产补偿，没底气就只能继续忍你们。所以你不是来讨公道的，你是来砸我的饭碗。可惜，我的饭碗不是你给的，我的专业不是你给的，我的工资不是梁家赏的，我的底气是我自己挣出来的。程设计师，我今天原本只是来签装修合同，但现在我更确定要签你。
一个能把家庭边界说清楚的人，才知道怎么给客户设计一个真正安全的家。阿姨，房子不是贴上喜字就变成新房，别人的家，也不是您儿子的仓库。妈，回去。梁旭，你看看他当着这么多人让我难看。让你难堪的不是程瑶，是你自己做的事。你说什么？你把他的婚房给梁瑞，你说他是外人。你要他的嫁妆首饰，你闹到了他公司。妈，你不是在讨公道，你是在逼我妻子没有路走。妻子2个字让我心口轻轻一震，可也只是一下。程瑶，对不起。梁旭，我接受你今天把你妈带走，但我不接受用一句对不起来抵消7年。我知道。那就按调解结果执行，钱、房、债、边界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好。程设计师，我家也有很多人爱替我做主，我想要一套门关上以后真正属于我的房子。我握着笔，忽然觉得这句话像在说我自己。房子可以很小，家具可以慢慢买，但门必须由我自己打开，钥匙必须在我自己手里，而不是任何人一句一家人就能随便闯进来。